好，趕快來看到貿易戰哦。現在呢，美國的豆農真的是被川普給害慘了。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因為不買美國的大豆，在去年的時候出口暴跌幅度高達了65%。沒有想到，川普再升級他的關稅戰，這一次祭出的是301的關稅條款哦，再掀起的是美國農場的倒閉潮。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說美國祭出301條款之後，大陸會很快的做出反制動作來做報復的話，留言寫1。您如果認為這個中國大陸還會再持續的加強觀察美國的動作的話，在留言區寫下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尤其現在呢，美國的農業問題已經變成了一個生存性的國安危機了嗎？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來自於美國農業部自己說的，而且他們直接提供了一個最新數據。他說呢，去年美國對中國大豆的出口額暴跌幅度較前一年暴跌了65%，那麼前一年的時候還有247億美元，到去年的時候只剩下84億美元了。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大幅的降低購買美國的大豆，結果呢，美國農民非常的緊張。他們說呢，去年美國農場總數已經減少了大約是15000多家，現在已經降到只剩下186萬家。農產的破產案件在去年高達了315件，比前一年暴增46%，所以在去年就可以看出農產的一個破產潮在美國正式的醞釀，已經夠慘了。沒有想到就在前幾天而已，川普的關稅戰再升級哦。這一次他再次的祭出了301條款，大家還記得嗎？前幾天我們還在講對中國大陸、巴西等等的國家課徵高達12.5%的關稅哦。美國的豆農這一次就更加的緊張了，他認為說，我們都已經引發了破產潮，這麼慘了，為什麼你還祭出301條款這個關稅戰？中國很可能再度的，因為你的301條款再進行反制啊。尤其是這一位是美國的大豆協會副主席，他直接提出了示警，他說301的調查可能會阻止接下來中美之間的談判，甚至促使中國對美國大豆再加徵更高的關稅，收入減少了。但是啊，農民現在還要面對的是國內因為通膨的問題引發的成本高漲，包括了化肥、柴油、機械維修、貸款利息，全部都在漲。這時候農民的壓力可以說是越來越大了。對於美國農民，他們會不會成為這一場中美之間的關稅戰最大的犧牲者呢？聶老師怎麼看？好，我先來科普一個簡單的東西：全世界到底大豆產生多少？3.6到3.9億公噸。那麼美國到底是占第幾？美國第2名，蠻多的，30%，好，最高的時候到33%，也就是1億公噸左右。當然最多是巴西和阿根廷啊，巴西呢可以到38%左右。那麼中國呢，只要你跟你美國友好，我可以向你美國買大豆，造成你的經濟可以稍微復甦一些。那如果你對我不好，我就轉到巴西啊，搞不好比你還便宜啊，之前是發生過啊。那你不是更慘嗎？所以當然美國在這個方面就要對中國好一點，在貿易談判上。所以我們知道3B 的問題，除了 Boeing 之外，第2個重要就是大豆嘛，第3個地方就是 beef。我們現在談大豆，當然還有阿根廷等等那些這個中南美國家也是有生產大豆，而中國自己也有產啊，中國在產全世界的6%啊，也就是2000億公噸，2000萬公噸左右。好，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各位去回想這幾次中美在談大豆到底多少量是美國要的，中國也要啊，你喝豆漿吃豆腐不是也要大豆嗎？其實我們民生豆類對蛋白質很多啊，對我們身體也好，中國也需要。可是當我的意思說，它可以替代，有替代國可以買。現在重點是美國希望賣，它要賣多少最好除以2。就美國生產的1億公噸有1半賣給中國，就搞定5000萬噸。各位去看他貿易談判，每次都是砍半2500，這是美國說，那你2500，中國又再砍半1200萬噸。你去看，每次都這樣，所以每次談，那當這個川普說，哎，我這次談得很好，中國跟我談得很好，他們要經濟1200萬，都是砍了1/4，每次這樣，他們的上限是到5000萬噸。幾乎都沒有達到，你知道嗎？但是有買就不錯了。現在重點來，當你中國你再對科我關，我再卡住你，你就出問題。我們不要說完了，我就在你已經受傷的美國的傷口上再撒鹽。為什麼呢？很簡單，美國啊，他們有一個叫大票倉中西部，這票倉是誰的？就紅州啊。我們前陣子談的不是艾奧瓦出現問題嗎？產大豆的啊，伊利諾的產大豆的啊，明尼蘇達產大豆的啊，印第安納產大豆的啊。我跟你講。
你再這樣玩下去，說不好聽，美國也不敢玩太多。他喊的時候一發現，我一喊你又要對我，他又會收手。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哦，就是這個川普或者美國川普所帶領的美國要抑制中國的發展或者超越他會不斷的动作，但是他在做動作的時候，他通常以為他可以達到一些效果，但他一感覺到對方會回擊，甚至回擊的時候會傷得比對方還重的時候，他又會收手。所以這個比例你會發覺很巧妙，就是美國一定會虛的表面對中國很好，哎呀，你應該怎樣？我跟你互惠，你不要啊，我再讓你一點，然後還不斷的講好話，私底下人砍就砍，人壓又壓，就這麼樣子。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傷口撒鹽，這是我講，也就是如果川普再這樣做，那中國真的是我覺得隱性的、穩健的用智慧施策，就有可能讓美國可能會急速的受傷下去。受傷会不會加剧？因為我們實際剛剛看到實際數據，就是去年的美國的農產，它的破產案例將近50%，等於每2家農場就有1家是破產的。那現在川普又在祭出301，對於中國的傷害可以說是傷口上撒鹽嗎？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看這個數據在2024年，這個中國跟美國買的黃豆是247億，2025年還有84億。這為什麼還有84億要跟他買呢？其實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時候，這個川普跟習近平2個在釜山見了面之後，那時候習近平有鬆口，願意買，所以這84億是去年下半年，等於說年底的時候才緊急跟他買了84億啊，不然的話，那如果說這個你美國的川普如果說關稅政策一直堅持下去的話，那極可能這個不要說是1億了哈，連1粒黃豆都賣不出去哈。所以說整個跌幅高達65.7%哈。那美國後來採取什麼政策？他採取對豆農實施補貼的政策，他對豆農這個總共補貼了這個大概110億到120億美元。那你川普，你又何苦來哉呢？你如果開放這個自由市場的話，那不是豆農很容易就去这個把東西賣出去，也不需要你政府來補貼。你說你搞到現在，是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己不但要這個補貼這些豆農120億美金那麼多，甚至於更造成去年來講，光豆農來講損失就這個關門的破產就315件這麼多。但是我覺得今年來講的話，我覺得川普好像沒有學到教訓，他又重蹈覆轍哈。第一個，他居然又搞了一個301條款來，那又要對中國祭出這個到底是多少%的稅率，現在還不曉得了。對中國到底是12.5%還是10%，現在我目前這個數據還不曉得。可是不管怎麼樣，如果你再對中國提出這種關稅的制裁，那中國相對也會採取相对的報復的手段。那第一個受倒霉的就是這些豆農嘛。如果說中國不再跟你買黃豆，事實上去年中國已經從巴西甚至於中南美洲已經進口了很多黃豆。這些黃豆生意來講是自由市場，就是說我如果不跟你美國買，我已經開始跟巴西買、跟阿根廷買的話，那會不會我建立了這個商業貿易的渠道之後，我就很容易之後來講我就跟這邊再繼續買這些豆子，那就減少對美國豆農的採購。所以說，我認為豆農現在來講，又同時面臨的肥料價格的高漲，又面臨的這種燃料價格的高漲。現在如果川普自己再加徵10%的關稅，那對中國如果說提出相對的報復的關稅手段，我覺得對美國豆農來講的話是情何以堪。好，這一方面我們剛剛是提到，是因為中美之間的國際的這個貿易戰引發的是美國農民的倒閉潮，甚至是失業潮。那另外一方面，美國受害的其實不只是自己的農民而已，是另外在國內因為 AI 的掀起引爆的是國內的 AI 人才的裁員潮。我們要來趕快看到是最新數据，美國科技業今年5月光是5月單月裁員人數高達38000多人，那創2024年8月以來最大規模。大家知道嗎？今年光是前5個月，科技業累計裁員更是達到了12.3萬多人，較去年同期暴增了65%。現在大陸也看到現在有這種 AI 裁員潮的問題了，所以呢，政府已經明定了禁止企業以導入 AI 為由進行降職或是裁員這一件事情。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不做技術性裁员，但是可以做技術性調整。這個 AI 的浪潮一過來，有很多當然都被機器所取代了。你以前校对人工的校對有沒有錯？現在 AI 直接點上去，哪邊的文法不對，他馬上告訴你哪個單字不對，馬上告訴你，不用人了。
這個 AI 比人還精準。以後的這個 Uber 自駕，你不用駕駛，你過來人家輸入你要去的那個車，無人車就跑着把你載到地方。低空經濟，無人機就幫你取代。以後送貨那個機器人就幫你取代了。你在餐廳收盤子的，你往上一堆，這個機器人就把盤子堆到那廚房去了，都是這樣啊。以後 AI 就是這樣。那中國大陸它不裁員啊？裁員，但我欲退不補，好不好？中國大陸的退休年紀，男生是63歲，女生是58歲就要退休。那等他退休了，我不補就好了嘛。现在所有人都留到嘛，你退了，這個人調到那個位置，那不是就自然消化了嗎？所以它這個可以技術性調整，我認為這個不是問題。那現在這個 AI 呢，我認為擋不住所有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認為將來 AI 都可以來做。那 AI 原來從簡單的開始嘛，現在先有簡單嘛。那這些整個趨勢我們來看，甚至在學校的那些維安，或者是將來的保全，那只要一個就可以啦，就看那個整個螢幕，其他叫 AI 去看就行了。而且有一些比較危險的工作，將來滅火或者這個是要去搶險 ，AI 去，那未爆彈 AI 去，人不要去，人有風險 ，AI 炸壞了手段了，就給他換個新的 AI 的手背就可以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倒認為整個趨勢來看 ，AI 是逐步取代人力。比如說比較艱苦的護士，晚上的值大夜班，不要值大夜班，留一個就可以了。AI 去那邊幫他量血壓 ，AI 幫他端藥，告訴你要吃药了。就這樣，然後護士他們控制，真的有緊急情況的時候，護士再來做處置，那整個人力是不是都精簡？是，所以他認為這是趨勢。